她是怀揣明星梦却又屡战屡败的打工妹，她是穷困落魄却又怀才不遇的钢琴师。在一家不起眼的地下酒吧，女孩被她的琴声所吸引，她放下了以往的矜持，想主动上前认识这个男人，却遭到了男人的无情转身。她尴尬地愣在原地不知所措，让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位清高无礼的男人竟成了她此生最大的遗憾。米娅是一名普通的咖啡师，她在洛杉矶华纳兄弟电影厂旁边的咖啡馆上班，这里的明星来往不息。她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知名演员及编剧，为此她非常努力刻苦，哪怕是早高峰堵车的时间，她都在练习台词。这天下午，她有个试镜的机会，眼看着就要迟到了，她连忙请假想要赶过去，却迎面撞上了一位男顾客的咖啡。时间紧迫，她只套了件外套就去参加了试镜。每次她都是满怀希望，但现实却总是屡屡受挫。回到家，她精疲力尽地瘫倒在了床上。这一天，她觉得糟糕透了。洗去一身疲惫之后，她站在镜子前，暗自神伤地哼起歌来。同寝室的姐妹看出她今天似乎过得不是很顺利，便邀请她一起去参加派对。一身疲惫的米娅本想拒绝在家好好休息，却禁不住一帮好姐妹的轮番劝说，说不定能在派对遇上几个导演编剧呢。一番精心打扮之后，他们就出发了。灯红酒绿的派对上，人们纸醉金迷，嘈杂的音乐让他感到头昏脑胀。于是他一个人躲到厕所里，想清静片刻。可安静下来后的他又倍感失落，他想要快点逃离这里，可出来后发现他的车子因为违规停放被交警拖走了。无奈他只好走路回家。在清冷安静的街头，不知走了多久，在路过一家地下酒吧时，他被里面传来的钢琴声所吸引。他好奇地走了进去，舞台上男人正优雅地弹奏着钢琴，米娅听得入迷，男人弹得传神。可一曲过后，男人因为没有照着老板的歌单弹奏，遭到了老板的无情解雇。毫不知情的米娅刚想上前表达自己对他的崇拜之情，却不料被心情不佳的他浇了冷水。这天，米娅来参加一个午后派对，无意间她看到了在乐队担任键盘手的塞巴斯汀，他们自顾自地演奏着，却没有一个人为他们喝彩。一曲完后，到了点歌环节，米娅认为报复的机会来了，她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 Girl in the front. I ran. A fantastic suggestion. 让爵士音乐人表演流行乐，基本不需要键盘手伴奏的歌曲，无疑是吓人诛心。米娅在下面得意地扮起了鬼脸，这可爱的举动竟让塞巴斯汀有些莫名的心动。演奏结束后，塞巴斯汀找到了米娅，他为前几天的无理行为向米娅道歉。 And I'll admit I was a little curt that night. Kurt? Okay, I was an asshole. I can admit that. Okay. But requesting Iran from a serious musician is it's too far. What's your name? Mia? Mia. Guess I'll see you in the movies. 聚会持续到了晚上，米娅被一位男士纠缠住，正愁无法脱身。这时恰好塞巴斯汀从眼前经过，他仿佛看到了救星。 George Michael! Yes. I know that guy. Yes? Can you grab mine? Would you be able to grab my keys? I can't. You're... Sorry, can you grab my keys, please? Oh, there we go. 塞巴斯汀成功帮他解了围，两人在找车的途中又交谈了许多。伴随着迷人的夜景，两人竟默契地跳起了舞蹈，神同步的动作瞬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不经意间两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正当两人要更进一步时，米娅的电话打破了这美好的氛围，两人只好就此分别。第二天，塞巴斯汀就来到了米娅工作的咖啡店。下班后，米娅带着他游览了华内影城，还给他介绍了这里的建筑。米娅表示很喜欢在这个环境中上班，能让他感受到自己离梦想会越来越近。他们边走边聊，两人间的距离也增近了不少。米娅说，她的明星梦是从小就受到她的姑妈所影响，为了追逐梦想，她大二之后就辍学了，然后就开始了她的试镜之路。现在的她也在开始尝试着写剧本。塞巴斯汀鼓励米娅可以尝试着给自己写剧本，而不是去演别人的剧本，这样可以创造适合自己的角色，说不定能收获意外的结果。可米娅却反过来说自己也不喜欢爵士乐。I hate jazz. Are you okay? What do you mean you hate jazz? Just means that when I listen to it, I don't like it. Yeah, but it's such a blanket statement you don't like jazz. 为了改变米娅对爵士乐的偏见，塞巴斯汀特地带米娅去了一家爵士乐俱乐部，让她体验什么是真正的爵士乐，还在一旁认真的讲解给她听，告诉她爵士乐的诞生来源。在塞巴斯汀的讲解下，米娅对爵士乐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Dying, Mia. It's dying on the vine, and the world says, let it die. It had its time. Well, not on my watch. What are you gonna do? I'm gonna have my own club. 米娅从他的眼中看出了他对爵士乐有着执着的偏爱，内心对他更是感到钦佩。这天，米娅接到了第二次试镜的电话通知，她立马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塞巴斯汀。塞巴斯汀也不断鼓励他好好抓住机会。为了深入了解电影的角色，他们相约周一晚上一起去看同类型的电影。米娅依然在坚持追逐着自己的梦想。米娅开始了她的表演，
可才刚说2句台词就被导演无情打断。原本他还想再争取多一次机会，可导演随意的态度让米娅感到十分愤怒。试镜失败的他原本心情十分沮丧，在经过电影院门口时，他突然间想起了和塞巴斯汀的约定，他的心情瞬间又平复了许多。他原本想要精心打扮一番后再去赴约，这时几个月不见一次的男友却出现了。原来今天是他们早已定下的约会时间。餐桌上，男友将米娅晾在了一旁，自顾自地跟哥哥聊着天，米娅只能尴尬地在一旁看着他们。与此同时，塞巴斯汀早已在电影院门口等着米娅。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到了电影开始的时间，眼看着米娅一直都没出现，塞巴斯汀只好一个人走进了电影院，而这边的米娅开始坐立不安起来。这时餐厅突然传来了一首熟悉的音乐，正是他第一次听到塞巴斯汀弹的那首曲子，他再也按捺不住。他一路小跑往电影院的方向赶，此时塞巴斯汀也在不安地等着他。看到一半，米娅终于赶到了。此时的两人早已无心在观看电影，他们的双手慢慢地靠近了对方，然后紧紧握住了彼此，两人的身体也慢慢地倾向对方。天不遂人愿，电影却不合时宜地出现了故障。他们尴尬地相视一笑，两人借机来到了电影里的天文台，然后偷偷溜了进去。米娅不小心触碰到了观看天文的开关，他们看到了深邃美丽的夜空，在浪漫的气氛下，两人开始翩翩起舞。在璀璨耀眼的星空下，他们融为了一体，最后他们吻向了彼此。米娅和塞巴斯汀很快就陷入了热恋中，他们一起去公园游玩，享受午后的静谧时光，一起在热闹的街头肆意地品尝美食。他们在街头一起恶作剧，又一起去游览特殊的人文建筑。在塞巴斯汀的影响下，米娅也慢慢喜欢上了爵士乐。塞巴斯汀在舞台上弹琴，米娅在下面跳舞，餐厅的氛围很快就被两人带动了起来。米娅和塞巴斯汀的爱情炽热而又甜蜜，他们总是鼓舞着对方。米娅特地为塞巴斯汀未来的俱乐部取了一个名字，还设计了一个专属的 logo， 但塞巴斯汀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对自己的俱乐部有着自己的想法。这天他们来到酒吧放松，刚坐下来，塞巴斯汀的前队友凯斯就找到了他。他重新组建了一支新潮的爵士乐队，现在正缺一名键盘手。他表示想要邀请塞巴斯汀加入他们的组合，他会支付一定的报酬。塞巴斯汀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第二天一早，米娅就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米娅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已经花费了太大的金钱，现在已经是入不敷出的状态。了解到她的男友塞巴斯汀目前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她对两人的未来表示很担忧，而他们的对话全都被塞巴斯汀听在了心里。于是他主动找到了他的前队友凯斯，了解乐队目前的情况。他试着和他们一起练习，但似乎和他喜欢的传统爵士乐不太一样。 I know. It's different. But you say you want to save jazz. How you going to save jazz if no one's listening? You're so obsessed with Kenny Clark and Thelonious Monk. These guys were revolutionaries. How are you going to be a revolutionary if you're such a traditionalist? You're holding on to the past, but jazz is about the future. 凯斯的话点醒了传统保守的塞巴斯汀，另外他确实给的太多了，让贫穷的他不免开始动了心。We can pay you $1,000 a week plus a cut of the ticket revenue and merchandising. Sound good? 最后他还是点头同意了。塞巴斯汀放弃了自己坚持的梦想，让他的内心不免有些失落。米娅感受到了他的情绪，他们没有过多的言语。此时的音乐声成为了两人相互鼓励、相互安慰的情话。隔天，塞巴斯汀就正式加入了乐队，和凯斯签订了合同。新潮的风格，独特的演奏方式，让他们的乐队很快就开始走红。米娅这边也辞掉了自己在咖啡店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了创作剧本中。他们的生活开始变得忙碌了起来，两人都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一往如前，似乎都有着光明的未来。塞巴斯汀站上了星光闪耀的舞台，米娅偶尔也会去给他捧场。这支乐队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欢。看着台上光彩夺目的塞巴斯汀，他看到似乎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了。随着塞巴斯汀的巡演开始，两人开始了聚少离多的异地生活。米娅常常给他电话留言，诉说心中的思念。这天米娅刚回到家，就看见了塞巴斯汀为他准备好了烛光晚餐，让他感到很惊喜。忙碌的他们已经许久没有见面，这次塞巴斯汀特意回来陪米娅。明天一早他就要赶往外地继续巡演，他想邀请米娅跟他一起，但米娅的话剧也在紧张的筹备中，只剩2周的排练时间，他只好拒绝了塞巴斯汀。在得知塞巴斯汀的巡演可能还要持续好几年，这让米娅感到有些失落。Do you like the music you're playing? I don't know what it matters. Well, it matters because if you're going to give up your dream, I think it matters that you like what you're playing on the road for years. 可塞巴斯汀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米娅希望自己去做的，有着稳定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这样他才能给米娅一个美好的未来。可现在却得不到米娅的理解。
And now all of a sudden, if you had these problems, I wish you would have said them earlier before I signed on the goddamn dotted I'm line. pointing out that you had a dream, that you followed, that you were sticking This is to. the dream. This is not your Guys dream. like me work their whole lives to be in something that's successful, that people like. You know? Why do you care so much about being liked? You're an actres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aybe you just liked me when I was on my ass because it made you feel better about yourself. Are you kidding? No? 脱口而出的话总是最重最伤人。米娅眼里写满了失望，她知道塞巴斯汀现在已经失去了对梦想的追求，她无法改变他。最后，她选择了默默的离去。几天后，米娅的话剧如期举行。塞巴斯汀原本想赶过去为她加油打气，却被告知晚上临时有杂志要赶拍，一边是自己的事业，一边是爱情，让他感到左右为难。米娅的话剧进展也并不顺利，现场的观众寥寥无几。回到后台的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却又听到几个观众在背后嘲笑他。话剧结束，塞巴斯汀才姗姗来迟。演出的失败让米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她的情绪低落到了谷底。I'm done embarrassing myself. I'm done. I'm done. Nobody showed up. I'm gonna go home for a while. I'll come see you tomorrow. No, I'm going home. This is home. No, it's not anymore. 米娅伤心地开车离开了。第二天，她就一个人开车回了老家。她想回去放空自己。塞巴斯汀也回到了乐队，他照常参加乐队的演出。这天，塞巴斯汀一早就被电话声吵醒。电话那头是选角导演打来的，想让米娅去参加试镜。他马不停蹄来到米娅家，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米娅。那个选角导演他去看了米娅的表演，表示很喜欢。他想邀请米娅前去参加他的电影试镜。听到这个消息，米娅并没有很高兴，仿佛像泄了气的气球。塞巴斯汀看出了他的沮丧，屡屡受挫的他已经看清了现实，不想再去追逐那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可塞巴斯汀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对米娅非常的有信心，于是他直接撂下了狠话。I'll be out front at 8 a.m. You'll be out front or not? I don't know. 第二天一早，塞巴斯汀早早就来到米娅家接她。在塞巴斯汀的鼓励下，米娅决定最后再尝试一次。导演并没有过多的讲什么，只要求她随便讲个故事。最后，米娅用歌声的形式讲述了姑妈追逐梦想的故事。曾经的姑妈为了坚持自己的表演梦想，付出了异于常人的努力，也正是她不放弃的精神一直鼓舞着米娅。面试结束，米娅和塞巴斯汀又来到了那个天文台，他们谈论着对未来的规划。塞巴斯汀会留在洛杉矶坚持他的事业，而米娅如果试镜成功的话，他会前往巴黎。I guess we're just gonna have to wait and see. I'm always gonna love you. I'm always gonna love you too. 他们深情地看着彼此，眼里充满了不舍。他们的感情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5年后的米娅，她如愿成为了一名知名演员，也成了华纳影城的一名常客。她已结婚生子，一家3口生活幸福美满。晚上，米娅和丈夫赶去和好友聚餐，路上却遇到了大堵车，两人只好在附近吃了晚餐。在街头散步时，米娅被一阵美妙的爵士乐所吸引，她跟着丈夫走进了酒吧。米娅发现酒吧的名字正是当年她给塞巴斯汀的俱乐部取的名字。米娅知道塞巴斯汀他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落座后，塞巴斯汀看到了台下的米娅，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沉默片刻之后，塞巴斯汀弹起了他们第一次相识的那首曲子。随着音乐声的响起，仿佛回到了那一晚。如果我当时吻了你，如果我当时没有签约乐队，如果我出现在了你的首演现场，如果你选角成功，我陪你前去巴黎，我们会不会已经是一对眷侣，是一个宝宝的父母，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晚饭散步陪你来到这家酒吧的就是我，看另一个年轻人情深悠扬的就是我，而台下的我们十指紧扣。可惜时间不能倒流，曲终之后，他们被拉回了现实。米娅起身跟着丈夫离开了酒吧，塞巴斯汀始终低着头。在转角处，米娅停了下来，他们都深情地看向了对方，然后相视一笑，点头致敬。最后，米娅离开了餐厅。虽然遗憾是生活的常态，但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爱过，勇敢过，并在那条追梦的道路上相互理解和支持。至少这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都想和喜欢的人相伴一生，但有的时候总是事与愿违。除了能教会我们接受人生的遗憾以外，还能成为我们向未来前行的动力。那些照亮过我们的人通常在远处，爱过的人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你的生命里。不是每一场相遇都有结局，但每一场相遇都有意义。